不过秦九也并未直接动手杀了万法大帝，更多的是自保，但同时也利用那遗迹内的阵法之力，封印了万法大帝的一小部分天赐神体的力量。按照秦九所说，那一小部分力量对其修为以及战力都不会造成影响，但对日后的前程却有较大影响。之所以要这样做，首先是那遗迹的阵法只能封印这么多，但最主要的是他想以此为要挟，向万法大帝讨要好处。万法大帝意识到了其中厉害，便真的应了。我只拿到了一些修炼资源，但我听说秦九那家伙坏得很，用这件事曾多次找万法大帝帮忙，只是万法大帝有没有帮，我便不知道了。当然，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，也过去了很多年，我与秦九的名声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大，到了后面，秦九也获得了大帝之名，并且是界灵师中唯一得到大帝之名的存在。但这个家伙并不喜欢界灵大帝的称号，始终以秦九自居。当然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当时的秦九得到了太古最强结界传承，已经不再惧怕万法大帝。万法大帝当初虽确实想以实力压制我们，可他的名声不差，并非大恶之人。我想着这件事也该有个了结。终有一日，秦九约我前去商谈解除万法大帝封印力量之事。只是我赴约后，秦九却出了个馊主意。他说不能那么容易让万法大帝拿回力量。虽然封印的天赐神力不是特别多，但万法大帝若不能拿回这力量，会对他日后修炼造成很大阻碍。只要那力量还被封印，我们就还可以继续威胁他为我们做事。反正是他不仁在先，也不能怪我们不义。我想想也有道理，便也答应了。话到此处，龙卓言嘴角露出一抹坏笑。他说的一切都像是秦九的计划，但是具体的真相谁知道呢？反正楚风可是知道，他这个姐姐身为龙族正统，却会被誉为妖女，自然绝非善类。楚风，我怎么觉得这万法大帝有点惨啊？楚风耳边传来淡淡的感慨。要知道，淡淡虽对楚风好的不行，但也绝非善类，妖女都配不上她，那是妥妥的魔女。而连她都感慨了，可见万法大帝是有点惨。如果说这期间万法大帝真的帮助秦九做了不少事的话，秦九还这样做，便真的有些不对了。那后来呢？楚风问。见面后，我也问秦九了，那些传闻是否属实？是不是后来他又背着我，要挟人家万法大帝帮他做事，获得了好处却没分给我？闻言，楚风有些无语，这好像不是重点吧？秦九说，后面确实也找了万法大帝几次，但不算要挟，是合作，获得好处都会平分，乃是双赢。他还说，万法大帝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他也不好多说，只是告诉我对万法大帝一定要有防备之心。但都这么久了，也不能一直如此，还是要给万法大帝希望。于是秦九更改了封印阵法，重新定制了解封规则。之后他布下了一个棋盘，说能破开棋盘之人，自然可以帮万法大帝破开那封印。而我呢，也留下了几颗珠子，那珠子能寻得拥有较强血脉的龙族后裔，只要万法大帝能找到这两个人，自然便能解开封印。话到此处，龙卓言笑眯眯地看着楚风，脸上有着几分得意，而楚风自然也听出了其中玄机。很显然，龙系一族正在破解之物，就是封印了万法大帝部分力量之物。而封印者，一位是界灵大帝秦九，另外一位就是楚风的姐姐龙卓言。姐，搞了半天，这东西还是你的手笔啊？楚风惊讶地看着龙卓言。是啊，所以我很想看看你这朋友的成色。龙卓言看向了龙小小，毕竟那珠子可是你姐姐我留下的。龙卓言道。闻言，楚风也终于明白，龙卓言一眼认出那珠子是寻人的，并不只是因为他见多识广，而是因为那珠子本就是他的。姐，那您都在这里，破解此物肯定很容易了。楚风询问。龙卓言却摇了摇头。当初秦九重设阵法时，为了避免万法大帝找我龙族之人帮忙，特意修改了血脉要求。虽是龙族后裔，但又不能是正统龙族，所以需要你这朋友血脉足够强大才行。至于秦九那棋盘，他倒是说，只要能够破解那棋盘的人，定能看穿那阵法破绽。所以弟弟，你是看穿了那棋盘之人吧？龙卓言问。是。楚风点头。那我弟弟肯定没问题。能否解开这封印的关键，就是你这朋友了。龙卓言道。嗡。就在此刻，那高达万米，宛如剑匣的巨物浮现出无数光泽。仔细看来，那些光泽汇集成了一幅地图。地图上内有多道物体快速移动，同时一股危险的气息也释放而出。唰！就在此刻，立于那巨物之前的龙木城，则大袖一挥，竟抛出数个卷轴。卷轴飞出，不仅开始变大，随之展开，竟是一幅幅画卷。画卷内蕴含的乃是阵法。转眼间，那些画卷便将那巨物团团包围，阵法之力的释放，也是压制住了那巨物散发的危险气息。这感觉
只是看到那些画卷，楚风却是目光变化。楚风，小小，这就是你们需要破解之物。就在此刻，龙沐橙也是来到了楚风与龙小小近前。前辈，此物看着好危险。龙小小直言道。他一直在楚风身旁，但他看不到龙卓言，自然也不知道楚风与龙卓言的交谈。他早意识到，那宛如剑匣的巨物便是他与楚风破解之物，所以始终在观察。你们不用担心，看到那些卷轴了吗？那是大人留下的，你们安心破解，就算失败，有大人留下的阵法卷轴也不会有事。龙沐橙说道。可楚风则是问道：前辈，你口中的那位大人可是姓卿？他此话一出，龙沐橙神色一滞。为何这样问？龙沐橙问。我从小生活的土地是祖武天河，祖武下界内的九州大陆。那片大陆万年之前出现了一位绝顶人物，相传他降生之日，天现金色霞光，笼罩整个天空，四只庞大的巨兽在空中奔腾咆哮，震动了整个大陆。而他更是天资聪慧，降生1个月已会开口说话，2个月便能直立行走，1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琴棋书画，5岁时熟读天下古书。在那片大陆，普遍10岁才可以修武的情况下，他9岁已入元武境，11岁踏入玄武境，13岁踏入天武境，横扫九州，成为了九州大陆的霸主。他留下的遗迹是九州大陆各方势力都想要得到的，可莫说九州大陆，实际上整个祖武下界当时也无人能强行破开他的遗迹，就连我也得到了他的传承。因此虽然未见过他，但也算打过交道。我在这些画卷阵法中感受到了他的气息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龙沐橙笑了，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缘分，原来你早认识玄天大人。